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芳村地铁站，当然这是22号线这边新开通的区域。这里除了只有一栋老建筑立白中心以外，其他全部都是新建的。这里就是白鹅潭最为开阔的江景这里到处可以看到一句口号，让世界重回白鹅潭。你看这个花地河已经修建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一次携带着我的折叠小车搭地铁出行了。现在我在四广路，昨天刚刚22号线后通段开通了，从这边呢一直可以去到芳村站，那边有很多换乘，所以今天就搭着地铁到芳村去骑车，然后也感受一下后通段的这段地铁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。上面已经显示从四广路这里呢，下一站是南站，终点站的是芳村了。我看见有报道说，昨天这个22号线延长到芳村以后，立马这个乘车人就翻了1倍。现在在上北上，其实已经过了早高峰的时段，但是乘坐车的人还是很多。据说呢，从潘邑广场到芳村大概只要27分钟，还是相当快捷的一趟地铁列车。列车进站了。之前这个时段车厢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了，因为这是终点站潘邑广场过来的第一站。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车厢里面已经很多人了。终点站芳村站到了。现在我们先出站去。已经好久没有来过芳村站了，以前还是坐着1号线到过这里。1号线呢是上个世纪97年开通了一部分，就是从西朗到黄沙，紧接着差不多2年以后的99年开通了黄沙到东站的线路。也就是说20多年以前，广州才有了第一条地铁线，也就是这一条1号线，在芳村有站的那个地铁站。过了26、27年吧，现在广州已经有无数条地铁四通八达。今天我搭乘的22号线呢，就是比较新的一段，而且是高速的地铁原本呢只是在潘邑广场到城头港，但今天我们乘坐这一段呢，已经到了芳村了，但一共也就是8个来站不过这个都是大站距离相对比较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芳村地铁站，当然这是22号线这边新开通的区域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换乘11号线和1号线。那将来呢，22号线会延伸向北，一直去到机场，但是名称呢会改成方白城际，具体怎么连接的，以后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今天这里挤满的那些跟我差不多退了休的不用干活的人们，来新的地铁线路体验一下。多少人在那里打卡，我们也到跟前去凑凑热闹吧。
也是跟大家心情一样，就到这边来尝个鲜，但是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利用一下。最终呢，我还是要走出车站，骑上我的小单车，到还在建设过程当中的芳村站附近去提醒一下。好，现在我顺着人流就往车站外面走，感觉车站的设计还是比较宽敞的，虽然某些地方恐怕还没有完成它的建设吧。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电梯，那我们就搭乘专用电梯上去。对啊，就这样的。车站里面还是有志愿者帮忙，我们现在要看看到哪里去。这里有很多个出口啊，看来这边还是蛮大的。你看啊，前方是去11号地铁的换乘，然后我的反方向啊，这个下面就是1号线地铁，这就感觉有点像上海的徐家汇下面的换乘的场景了。好，现在先吃饭再说。好了，已经出了站了啊。我们也不知道出去到底是哪里，这边站在哪？这边有很多出口资讯。找个有电梯的出口，因为这是一个老站，有很多出口都是楼梯。这里只有单向的上去的电梯，下来呢都是要走楼梯的，所以骑着大包小包的人呢，还是有些不大方便。好了，现在呢从这个芳村站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呢我就离开这个芳村站的出口，看看怎么才能够去到江边走一走。大家可以看到左前方这一片呢都在建设过程当中，等一个红绿灯，那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啊，这边已经变得大模样的白鹅潭区域芳村地带了。你可以看到前面江边的高楼啊，已经竖得很高了。这里除了只有一栋老建筑啊，绿白中心以外，其他全部都是新建的。虽然这边很多建设还没有完工，还是有些凌乱，但是比起几个月以前呢，这个马路都已经平整的好了很多。广州城区的发展之后啊，尤其是芳村地带，原本呢应该都是在城市的中心区，但这边呢最起码晚了20年发展，所以现在再来搞大拆迁啊，进行这种区域的重新规划和更新啊，真的就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，成本也更高，而且更加的困难。那好歹经过了这几年这边的地铁的建设，两边的高楼呢也已经修起来，将来这边应该有很多新的商业中心，也有一些艺术中心，因为大湾区的艺术中心就在这个附近。好，现在绿灯亮了啊，我们就骑过马路，向着江边的方向。广州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还是一座温暖的城市。虽然说老百姓们有些自由自在啊，有时候不受颠覆，但从城市管理来讲呢，它还是跟这个天气一样是有温度的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比方说对大家诟病的啊，就是满街的电动车、电动车啊，虽然有时候确实扰民，甚至会给行人带来一些危险，但是呢，这恰恰是基层老百姓出行的首选的方式。虽然政府一直喊要管理啊，但是并没有一定了之。
这个还是给底层老百姓留有一些生活的方便啊，也做得更不堪一点，就是给大家留一点活路。另外呢，你看啊，像我这种单车出行的人，只要把它折叠起来，上地铁是没问题的啊。当然，我觉得个人也是要充分理解到，大家坐地铁有时候上下班的时候非常的拥挤，还是需要我们选择好出行的时间啊。我把镜头转过来啊，现在正对着江边的一个最大的 shopping mall 是万象城，应该是华润旗下的一个比较高档的商业广场。我的右侧这边呢，就是三馆合一啊，现在已经是变成了大湾区艺术中心这样一个名称了。相信左侧这边呢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啊，不知道这些路是不是可以通过去，那我就不去挑战了，我就到江边去走一走。你看啊，这里呢周江也是被打开了，大家可以从这边呢看看白鹅潭周江的北岸，景色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从这里看过来，这个万象城啊，好像已经封顶了，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了。这个背后呢，你看有三间大平层的高耸的住宅楼，应该是很贵气也是很贵的地方了。这里就是白鹅潭最为开阔的江景啊，前面的珠江和眼前的这个后航道，对面呢就是沙面标志性的建筑白天鹅宾馆。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环境怎么样。这边应该还保留着芳村码头，应该还有轮渡的吧。广州只不过稍稍的发展的慢了一点啊，但是并不是不发展，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啊。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经济啊，它的这个增速变慢了，所以政府也很难投出很多钱来快速的发展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你过个1-2年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。这边看看江，是不是感觉还相当不错？还有人在飞一个小的无人机。这里有个名字叫鹅潭新韵，为救鹅潭新画卷，历史复兴续辉煌。现在我正对着呢，就是大湾区的艺术中心啊，也叫三馆合一的一个地方。第一呢是广东美术馆，然后是广东文学馆，还有一个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啊。但要进去参观呢，就需要预约，而且呢，更要紧的是必须要把单车放在外面啊，这个挺麻烦的。我觉得我还是在它边上走一下就好了。这个艺术中心的边上呢，很多楼都在建设。你看这个前面又有好几栋高楼在不断的长高。
我的左侧这个建筑物呢，就是三馆一体的大湾区艺术中心。已经比上次来的时候强了一些了啊，那个时候更混乱，都是建筑工地。现在好歹有一些工程已经完工，边上的马路呢也整理得比较干净了。这里到处可以看到一句口号，让世界重回白鹅潭。因为这个以前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很早以前就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、连通世界经济的地方。刚刚走了一段冤枉路现在我又回到芳村大道东来骑行。在建设过程当中呢，有些路都会被临时的封住，那就只有等待建设好以后，它就会开通。前阵子呢，我刚刚骑行过这条芳村大道。我如果继续向前，在我的左前方呢，就是巨龙湾太古里商业中心。那天我们已经去走了一圈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先在这边拐弯了，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转转。芳村这个几十年来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，这些老城区呢越来越残旧了。在这种城中村里面，违章搭建的建筑物是越来越多，所以已经有点积重难返的程度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政府开始要开发芳村，尤其是白鹅潭这一块区域。那这里的老百姓呢，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做的，就是等待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出台和更实际的赔偿的方案然后呢，看看能不能高高兴兴地搬到新楼房区，把他们祖辈留下的土地呢就分配给国家。那国家呢就会把这些土地租出去，让发展商呢到这边来规划发展。它这就是那个逻辑。但是你想现在的开发成本是20-30年以前无法比拟的。边上的是百合园农副产品综合市场，我已经这里面参行过。你感觉可以说它乱糟糟，但也可以看到物产的丰富，就老百姓还愿意到这边来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。
左侧这一块原来是一个大的餐馆啊，被扒掉以后呢，就变成了一片街心的绿地了。现在我横过花地大道，这边呢正在进行商业的重构啊，所以像我右侧的花地湾东山百货商店啊，都已经倒掉了。接下去这块地方，这些商业啊都会重新布置。这条花地大道啊，有一阵子没怎么来了，感觉好像马路的左侧里面呢，都变成了绿地啊，很多原本低矮的房子都已经给拆掉了，应该也是要统一开发了吧。右侧呢就有花地湾站，也是当年广州最早开通的1号线的一个地铁站。这里距离芳村站呢只有1步之遥，就隔着一个地铁站的距离。那这个地方呢发展停止了30年，那现在呢也是要重新打造。但是呢有万科地产主导的这个项目，因为万科自己本身的问题，恐怕已经慢了5到10年了吧。但好歹它好像也没有停止啊，还是在继续开发过程当中。好久没来了，这个地方搞了一个什么，也是街心的公园啊，地上还铺了很多那种紫色的图案，看上去还比较好看。就现在啊，这个国家对这个环境的整治，就还是花了一些力气。但另外一个层面的来讲呢，就光靠这些是不够用的啊，因为整体的这些城市更新改造在减缓，甚至有些地方在停顿。你看这里呢，就又开始进行开发的一片区域了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改造完毕啊。虽然这个地方万科已经进行了一些努力了，建了学校、医院，但是你要把它整体来开发完成的话呢，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左侧呢是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花地湾区中学部，这个算是一个名校的分校啊，所以对周围房地产开发来讲呢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教育平台。现在对于房地产业来讲，最大的问题，第一呢就是房地产商本身啊，资金回笼出了问题。以前那种急速的借着高利贷开发的模式呢，已经不行了。那第二打击呢，就是房价整体的下滑严重，所以它卖不掉，或者说卖不出钱，就产生不了好的利润。那对它而言，它就开发的动力呢就小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原本比方说10年要开发完成的，那现在过了6、7年、7、8年，恐怕只开发了1/3。
是严重了之后吧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企业面临着生死劫，就你如果还不出那些欠款的话，分分钟破产。然后呢，就会派生出很多的经济的纠纷，国家某些部门呢也会介入，那一查不得了，这个里面的窟窿其实非常之大。那这些到底都是谁造成的，也没法说。那始终呢，它原本是一个经济问题啊，但慢慢的就提高到了很多政治层面。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在中国做生意就是有这样的大起大落。它在某一个时段呢能够获得暴利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有可能会暴雷。这里呢我还真从来没怎么进去过啊，这个就是花地湾边上的一个老村。但是呢，死的都是那种政府的楼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到底咋回事？这里面也有一些糖粉店，坐了蛮多人的，小老百姓还是愿意在这种地方消费的。这好像是一条城中村里面的商业小街啊。这个地方并非城中村。你看这些楼呢，都是当年政府盖的楼吧，就是以前建的那种通过分配获得房子的这种市民新村。在这里面现在也建了一些什么连廊、回廊、休息地方，但总体感觉是不灵的。这个房子的这个构造、结构还有配套都是不完善的。原来叫芬芳社区，名字非常好听的，芳村很契合。这条浣花路或者叫浣花西路，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开通没多久的。前面呢就是花地河了。那我今天也是愿意到花地河边上再去慢骑一段。芳村的这条花地河呢，经过了一些年的重新修整，已经变得非常漂亮了。就大家可以到这边来江边散步。这条是百花路，应该是新开出来的一条马路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到花地河边去走走吧。你看啊，这个花地河已经修建新了，它分成好几段，有清水的走路的步道，很多人在里面钓鱼，也有这边可以慢跑的马路。这里有专门做了一个斜坡，那我就到江边去走走吧。哟，还是钓到了一条鱼，半尺来长的小鱼。看来这里面还有鱼啊。我不太清楚这些钓鱼的人把钓来的鱼是拿回家去煮了吃呢，还是纯粹就是为了一种乐趣，等待鱼上钩的那一刻的激动。
还有人在这边为了江面做操。这是我脑袋摔的。我看到这个马路上面啊，就是又出一整排的，都是新的住宅大楼，这个位置很好啊，下楼就可以散步。已经骑了相当一段距离了啊，就在花地河的这边暂停一下啊，把这一段呢先分享给大家。主要今天也是为了体验一下通到芳村站的22号线，同时呢也是带着我的这列车到芳村这边来骑行一圈。那先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陪伴、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再见，拜拜。